我作为主厨，短短半年就让老板转亏为盈，甚至还让今年的年夜饭提前订报了。老板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慷慨宣布全员涨薪。可到了我这里，却不但没涨，还降1万。我于是直接不干了。刚到腊月15，餐厅推出的年夜饭就已经被提前订报。老板禽兽笑得合不拢嘴，立刻盘下了隔壁店，因为营业面积增加了1倍，经营压力骤然加大。我就趁空闲时委婉地劝他：咱们生意才刚好的几个月，还是不能太冒进，过几个月就没那么多游客了，到时候生意铁定要受影响。而且2间店加起来1年的租金高达50万，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。最好再等1年，我估摸着明年扩店时机最好。禽兽却只是淡笑着端起茶杯，慢悠悠地喝了2口。父亲，你今年33了吧？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可心里却有些不舒服。过去30几年他都是唤我哥，猛地叫我的名字，我还真不习惯。你这是进了中年，不敢冒险，一心求稳了。他借机给我上了一课。做生意和当厨子是不一样的，你在后厨管那巴掌大的地方，每月就领点死工资，什么都不操心。可做生意却得抓住风口。烹饪学校毕业后的10几年里，我确实都围着厨房转，没有独立做过生意。既然他这么说了，我也就不方便再多说，只是提议。既然生意好起来了，那就得抓紧招人，后厨至少得增加3个人，否则根本忙不过来。但他却摆摆手说了我一句：你呀，真是死脑筋。后面他果然没有招人，可生意却越发忙碌了。我往往要到凌晨1、2点才能摘下围裙，疲惫不堪的回家。腊月25那天，墩子小赵提着瓶酒来找我，给我转述了个小道消息：富哥，你听说没？老板准备给大家伙涨工资，你是咱店的主厨，只来了半年就帮老板扭亏为盈，立了大功，到时候你的涨幅肯定最大。老板让收银员陈红做名单，陈红亲口说的，反正到时候保证给大家一个惊喜。腊月28晚上，禽兽公布了最近的营业情况，不但日常客流翻了3番，而且自从场地扩大，年夜饭的预订量也增加了1倍。他接着宣布了涨薪决定，不大的一张纸上，所有员工的涨幅都列在上面，他们欢呼着一拥而上，抢着要看名单。随着姓名和对应的涨幅一个个被他们念出，鼓掌和道喜声此起彼伏，我的姓名最后才被念到。只见他们不可置信地看向我，我心里发笑。这群人难道是被我的涨幅惊呆了？他们要是知道从5年前起我每个月的工资就没低过2万，快死把眼珠子瞪出来。我缓步上前，接过那请纸，然后在列表的最后一行看到了我的名字：付清，调整幅度减50%，调整前工资5000，调整后工资2500。我怔怔地抬头看向禽兽，只见他的眼睛里已经没了一丝一毫的昔日情分。我和禽兽是发小，上了同一个烹饪学校，当时他选了火锅，我选了东北菜。毕业后，我找了个本地的酒店，老老实实的先从后厨的勤杂工开始干起。毕业后第3年，我终于能碰锅铲，正式成了厨子。而禽兽毕业后离开了哈市，去了远方。我和他的联系渐渐少了，只通过零星的信息得知他进过工厂，摆过地摊，卖过水果，开过网店，发了些财，也交了些学费。直到半年前，他忽然给我打来了电话，他那天喝醉了酒，在电话里哭得像个孩子。我那时候才知道，原来他年初就回了哈市，在市中心盘下了一间门面，把这些年不多的积蓄全都投入进去，开了一家火锅店。可惜他的厨艺早就生疏了，火锅口味一般，生意一直不好，不但本金没挣回来，还倒欠了几万块。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那几个菜蔬供应商正堵在火锅店的门口，吵着要货款。当晚，我拿着3万块赶过去，替他结清了欠款，并和他长谈一夜，劝他把火锅店改成东北菜馆。他离开家乡太久，不知道这里早已翻了天。大冬天吃火锅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可远道而来的游客更想尝尝东北菜的滋味。而且对于本地土著来说，就餐频率最高的依然是本地菜。他考虑了1周，采纳了我的建议，而我也辞职加入到他的餐厅，帮他包揽了整个后厨。短短半年，禽兽就把以前在火锅店亏掉的投资全都挣了回来。照这个势头，哪怕年后旅游降温，每个月的纯利润也不会低于10万。所以听到可能会涨工资后，我原以为我即便涨幅不是最高的，也不可能垫底。可没想到，不但是垫底，涨幅还为负，简直可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平心静气地问禽兽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禽兽却笑了：“论功行赏呗，干得好的人涨工资，干得不好的人降工资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”我哪里干得不好呢？父亲，我以前说过，你在厨房混日子，脑子太死了。我和你从小一起长大，知道你性格木讷，不知变通。再这么下去，你只会拖累餐厅的发展。当初你找不到工作，提出想来帮我，我顾着你的面子答应了，到现在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，拖累餐厅，找不到工作。当初为了帮他，我可是从月薪2万5的饭店辞职了。这一刻，过去1个月以来的种种蹊跷，全都有了解释。怪不得我劝他不要盲目扩张时，他讥讽我不懂做生意；怪不得我向他要人时，他一直没有动静；怪不得前天和昨天，他连续2次驳回了我的后厨采购需求。原来他早已决定不用我了。我淡淡的：“那我辞职，你给我结工资吧，还有那3万块的借款，也请一并还我。”他早准备好了。只见收银员把一个沉甸甸的塑料袋送到我手里，里面除了我应得的工资和3万块钱还款，还多了3000块的利息。这就是他所谓的仁至义尽了吧？
我点了点数，拿起东西就走，身后传来禽兽自得的吹嘘。小时候，只要我家做铁锅炖大鹅，它就像只狗一样赖着不走，不吃个肚圆不回家。你们信不信？没2天，它就会像狗一样回来求我，工资2000它也干。几道稀稀拉拉的捧场笑声随之响起，我直接回身给了他一巴掌。后来从派出所回到家时，已经是凌晨3点了，饭桌上还摆着我妈给我留的夜宵，我胡乱吃了些，就睡了个天昏地暗。等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中午1点了，爸妈正要出门置办年货，而我从事餐饮的这些年，很少有机会陪他们二老一起吃饭，更别说是年夜饭了。更惭愧的是，我在东北菜系里已经算有些名气的厨子了，可我还没亲手给父母做过几道拿手菜呢。我于是让他们在家看电视，我自己出门采购。从事餐饮的这些年，我认识了本市几乎所有的供应商，哪家的猪肚最好，哪家的大鹅是真的五谷饲养，哪家的大酱最正宗，还没添加科技与狠活，我一清二楚。供应商们看到我，纷纷和我开玩笑：哟，现在正是中午吃饭的旺时，傅大厨竟亲自出来跑采购，饭馆这得少挣多少钱啊？老板不得心疼死啊！我笑了笑，我这是给自己家里买年货，不是给馆子里选货，可拉不动以后的生意。他们纷纷回应：傅大厨严选，那是给我家打广告，自然能招来生意。早知道傅大厨给自己家买，我们早早就主动送上门了。也有人从中听出了些蹊跷。富哥，你怎么了？不干厨子了？是你不想干了，还是你家老板不识货？不用你了。富哥，你怎么了？不干厨子了？是你不想干了，还是你家老板不识货？不用你了。我笑了笑，没有的事，是我自己累了，想休息休息。我跟爸妈也是这么说的，但所有打工人都知道，等拿了年终奖翻年再跳槽最好了，毕竟也不差这几天了。所以我这个说法明显站不住脚。可我确实累了，心累。后来我遇到了禽兽的父母，他们正拎着蛇皮袋买大白菜。其实秦叔叔原来对我家有恩，以前我爸在工厂被人诬陷偷厂里的电线，是秦叔叔为我爸说了话，才让我爸没被厂里开除。这份恩情我们全家都记着，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辞职去帮禽兽的原因之一。但到现在，我想恩也还得差不多了。秦叔叔显然已经知道了昨晚的事情，只见他意味深长地和我说：“傅杰啊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成器啊？我家禽兽能帮得了你一时，帮不了你一时啊。”秦阿姨干脆扯着秦叔叔离开。你和他说这些做什么？他要是知道好歹，还能把我们禽兽打得鼻青脸肿。确实，多年颠勺练下的臂力，让我在昨晚稳占上风。那一架也彻底表达了我的态度，什么发小情，什么师兄师弟，全都见鬼去吧！买完年货回到家后，我在厨房煎炸焖烧，把能做的都做成了半成品。而收拾好这些，已经是晚上11点了。我刚洗漱完回到卧室，就看到收银员陈红给我发来信息。富哥，怪不得老板赶你走，原来他早就物色好了墩子小赵，现在小赵升成了大厨，接替你掌勺炒菜呢。小赵现在成了大厨，工资直接涨到了8000，比你以前的工资还要高。小赵在我手底下理菜切菜已经有1年，他手脚麻利，嘴也甜，有些当厨子的天分。闲暇之余，我也给他提点过几道菜的做法。他如果去路边小馆子里当个厨子，手艺绰绰有余；可在市中心的高档餐厅里当主厨，他还差得远。我回复他：我已经辞职了，餐厅的事再与我无关，以后这事就别告诉我了。陈红马上回复：富哥，我们都为你不值。我勾了勾嘴角，值与不值，我已经不在乎。翻过这个年，一切都会是新的开始。年30那天，我在厨房预备年夜饭，我爸则在挂灯笼、贴对联，邻居们纷纷跟他打招呼：老傅，今年过年兴致这么高啊！我爸兴高采烈的：今年儿子在家，可不得高兴些。傍晚的时候，年夜饭已经全都准备好了。我拿出毕生绝学施展了10个菜，爸妈品尝的菜肴，脸上全是惊艳和自豪。我爸惊叹道：小青，没想到你手艺这么好。我妈骄傲地说：就凭这双手，咱们儿子还能饿肚子？我举起酒杯，想对爸妈说些什么，但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过去的每一个大年夜，我都在为别人的家庭、别人的父母而忙碌着，他们吃得高兴是我的职业，而我的父母每年却只有3-2道菜，守着电视机打瞌睡。每个大年初一的凌晨，我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，看到茶几上摆的1-2盘菜，就会责备他们年夜饭太将就。可我妈总说，她和我爸就2个人，吃不了多少，做多了浪费。可过年的饭不就是讲究个年年有余吗？过去那些年，我缺席了多少团聚的时光啊！爸爸眼中也起了雾气。高兴，今年咱们一家3口能一起过个年，真高兴啊！这一晚，我们吃着笑着，像每个平凡的家庭一样，我们一起诉说着这一年的得失，又一起欣赏午夜绽放的烟火，直到守完岁躺在床上，我才发现好多人给我发了消息，全都是来自饭馆的前同事们。富哥，咱们饭馆被人砸了。富哥，你来不来看看？现场打起来了。富哥，老板也被人开了瓢。我还没看完消息，陈红就打来了电话。富哥，吃年夜饭的客人发现咱们店用的是预制菜，把咱们店给砸了，你快来一趟吧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工作就要完了。原来是预制菜，怪不得年夜饭预定的那么火爆，正是用到厨子的关键时候。别的饭馆这时候最怕的就是厨子撂挑子不干了，禽兽还处心积虑的专门把我赶走。原来他已经想好了预制菜这条路。陈红想让我去餐厅看看，我当然没有同意，我只说你要是不想在那里干，等年后我推荐你去别的酒店。挂掉电话后，我听着窗外贺新年的鞭炮声阵阵传来，看着他们发来的消息，原来是餐厅的新大厨小赵在加热预制菜时
不小心把剪下来的包装袋一搅混在了菜里，最后被一起端上了桌。客人吃出了包装袋，才发现了预制菜的真相。不知道经过此事，禽兽对他主张的聪明识时务是否还会继续坚持？可无论如何，我和他已经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跟随父母一起出去串亲戚、逛庙会、猜灯谜、看舞狮。舅妈还给我介绍了个姑娘，力邀我见一见。爸妈虽然不明着催我，可期待的眼神也泄露了他们的心思。说实话，无数个关店下班的路上，每当我看到有情人卿卿我，心里也是羡慕的。可这些年，我确实也没有时间去考虑个人问题。舅妈看我一时没有回应，笑着说：“怎么？难道你已经有了心上人，不用我们老辈子操心了？”我忙说：“我哪里有心上人呢？舅妈既然介绍，我当然愿意去见见。”正月初五，我就和舅妈介绍的女孩在冰雪大世界相见。她手中牵着个气球，我手里捏着一只糖葫芦，原来是她。她手中牵着个气球，我手里捏着一只糖葫芦，原来是她。她叫赵小静，是我的初中同桌。我们一起去了很多地方，重游了很多年少时的足迹，当然也曾经过禽兽经营的那家东北餐厅。当时正是饭点，按理说这段时间应该是生意最火爆的时候。可透过玻璃往里面看去，只见敞亮的大堂里稀稀拉拉的就没坐几桌人，哪怕门口挂着优惠酬宾、一律8折的促销招牌，也没有拉动多少生意。小静也知道这家餐厅，她有些遗憾地说：“这家店以前的饭菜味道好极了，我和朋友来过好多次，可最近菜品大不如前了。我家和亲戚们的团年宴本来定在这里，后来也退了单，毕竟谁想吃毫无诚意的预制菜啊？”后面的几天，我们尽情享受着难得的假期。小静说：“我现在是网上的美妆主播，经常在网上带货。这些年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匆忙，甚至还得了胃炎。”我忙说：“我是厨子，我最拿手的就是本地菜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为你做饭。”在我脱口而出的一瞬间，他不由得红了脸，我也耳根滚烫。第二天，我就早早买好原材料，敲开他家门，给他露了一手。那天傍晚，他把头靠在了我的肩膀，我虔诚地吻了他额头一下。3个月后，我和他订了婚。订婚的日子只有双方家里知道，并没有对外公布，可却收到很多酒店和餐厅送来的祝贺花篮，都是想让我去上班的地方。其实，在摆烂的这3个月，很多酒店和餐厅的老板都频频给我打电话，邀请我过去上班，待遇也给得很优厚。之前我工作过的酒店甚至直接把月薪开到了3万，还加了年底分红，但我并没有第一时间答应，因为我现在找工作不再满足于工资、待遇这些因素，我开始考虑能不能有更多的机会去陪伴家人了。我想有更多的自主权。小静说：“那不如你自己开店当老板吧，以你的手艺，无论在哪里开店，市场都不会亏待你。”她的话像一道闪光，怦然照亮了我的心。对，自己开店，不求大赚，只求坚守本心，用我最大的诚意去对待4季3餐，给家人，也给更多的人。后面的1个月，我奔波在大街小巷里，四处寻找合适的店面，直到这时候，我才明白是禽兽小瞧了我，我也小瞧了我自己。我并不是只守在后厨挣死工资，不知道外面的市场的人。从事餐饮的这些年，我曾在各种地段、各种规模的餐厅打过工，知道哪些地段适合开哪种类型的餐厅。我会下意识留意各种原材料的4季价格，能根据季节和成本调整菜单结构。我和供货商们关系紧密，凡是所选择的都能真诚合作。我还和烹饪学校的校长经常联系，有合适的苗子，我总能第一时间发现。这些都成了我开餐厅的助力。最后，我在次商圈的一条街上盘下了一家100平的店面，还是经营东北菜。但在装修即将结束的那天，禽兽的爸爸进来我家了。我们2家虽然都住在同一个小区，但我和秦叔叔其实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打过照面了。出门时远远看到他，不是我先避开，就是他送来一个白眼后折到别的方向。一晃半年多，这还是我和他第一次平心静气的说话。只见他苦笑着说：“小秦，我们禽兽以前没有说实话，我现在才知道是他亏待了你，不是你忘恩负义。小秦，叔叔知道给你开这个口是为难你，可现在禽兽特别艰难，你能不能再去帮帮他？你和禽兽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好不容易起来的事业又垮塌了呀！我让禽兽给你涨工资，你以前是5000是不是？我让他给你翻倍，涨到1万。”他说完后盯着我不眨眼，等我回应，我直接拒绝：“秦叔叔，我已经在装修自己的店面了，过不了2个月，我的东北菜馆就要开起来了。”秦叔叔目瞪口呆，最终哆嗦着嘴唇说：“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为什么也要进来踩禽兽一脚，让他的处境更加艰难？”我忽然看不懂眼前的这位老人了。当年我爸被人冤枉偷电线，是他站出来条理清楚地分析了整个事件，把我爸救了出来。可到他儿子的事，他却连一些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了。这个市场是开放的，能踩禽兽一脚的永远是他自己啊！这个市场是开放的，能踩禽兽一脚的永远是他自己啊！秦叔叔离开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大黑了。行走在老式居民楼狭窄的楼道里，我倏然发现他的背进佝偻了。这个曾经在我们小孩眼里无比高大的男人，终究因为儿女加速衰老了。后来，我的东北菜馆在一个黄道吉日如期开业了。开业当天，翻台率就达到80%。此后生意一直稳定，哪怕是在夏季的旅游淡季，业务也没掉下多少。又3个月后，我和小静结了婚。新婚第2天，在盘点结婚礼金和账簿时，我意外发现账簿上竟然有禽兽的名。他给我送了1000块的礼金，我却没有在婚礼上看到他的身影。1个月后的某一个晚上，
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饭馆门前，像儿时那样粗声粗气的和我说：“父亲哥，我家做了铁锅炖大鹅，能把你哈喇子都馋出来，你吃不吃？”我惊讶地看着他，眼中有些湿润。小时候吃了你家太多铁锅炖大鹅了，今天我亲自下厨给你做一个，咱兄弟俩再喝点小酒，就当我还礼行不行？这晚饭馆打烊早，我下厨做了一道铁锅炖大鹅，还烧了几道下酒菜。禽兽一道菜一道菜的慢慢品尝过后，又问了我烧法，我并不私藏，一一告诉了他。就像我们曾经在烹饪学校时常做的那样，他越听越沉默，最后只长长叹了一口气。我总听人说，这世道老实的人挣不到钱。这些年，我一直用我的小聪明四处闯荡，我挣到过大钱，也赔过底朝天，兜兜转转10几年，我还是个穷光蛋。父亲哥，你告诉我，我到底是要当个聪明人，还是该做个老实人呢？他的问题我回答不了。我周围很多人确实有靠聪明发了大财的，也有靠人脉走上人生坦途的，可适合我的只能是老老实实做事，踏踏实实做人。那或许是一条与大富大贵无关的路，可也是唯一一条我能走的路；或许是一条与大富大贵无关的路，可也是唯一一条我能走的路。这一年的秋末，禽兽转让了餐厅，带着所剩不多的积蓄，重新出去闯荡了。我和他在火车站告别时，他笑了。虽说回了一趟家乡，像是什么都没捞着，可我也有了很多人生感悟，相信在异乡打拼时一定对我有用。你别不相信，等下次回来，我一定发了大财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我相信，等你好消息。禽兽离开后不久，他店里的部分员工被我接手了。现在我的收银员依然是陈红，他心细勤快，是个好的合作伙伴。至于曾经给我干过墩子的小赵，他托陈红给我带话，也想来我的餐厅。虽然他当墩子时手脚麻利，可他的心思太过活络，和我不匹配，我只有婉拒了。后来我的餐厅在网上渐渐有了名字，慢慢的有人开始上门游说我，愿意出资入股开分店，共同赚加盟费。还有预制菜的品牌商愿意和我合作，让我用他们的预制菜，他们每年多分我60%利润，我都拒绝了。我只守着我这家店，坚持稳中求胜。这年腊月，我推出了团年饭，食客们可以在网上或者通过电话提前预定，时间从腊月23的小年一直到正月15元宵节结束，只有大年30那天店里只营业半天，所以店里是没有年夜饭的。老顾客都惋惜地说我这一决策要少赚至少2万，但钱永远没有赚完的时候。可亲情、友情、爱情却不可能永远为钱让步。大年30中午，我给每一位员工都发了过年红包，并目送他们喜气洋洋地离开。然后在亲手锁上餐厅大门后，我也开车急切地往家里赶去了。在推开家门的一瞬间，饭菜的香气和家的温暖齐齐扑面而来。我的爸妈和妻子都站在温暖的灯光下向我微笑。